我在村口摆摊卖鱼3年不赚1分钱，只为让村里的老人们都能吃上一口新鲜的鱼。但因为进价上涨，我每斤单价提了1块钱，结果亲叔叔就带村民们砸了我的鱼摊儿，更是扬言要接手摊子，让全村实现吃鱼自由。然而我听后没撒泼没打滚，反手承包了村委的废弃死水塘。直到鱼塘收网那天，村民们押着我的好叔叔来到我的塘前，只为我能够施舍一条鱼。哟，小林，今天这鲈鱼眼珠子真亮，刚出水的吧？刘大爷好眼力，凌晨2点去水产市场抢的，为了这几条野生的，我跟人差点吵起来，老价格，给您留2条。不对呀，小林，前天还是9块5一斤，怎么今天变10块5了？你这涨得也太离谱了吧？大爷，最近天冷了，城里的捕捞量下去了，批发价昨晚就涨了1块2，我这儿加1块钱，连油钱洋气费都没算足，纯属为了咱乡亲们方便。不挣钱你还天天卖，谁信呢？凌晨你爸妈走得早，当初你饿肚子，咱村里谁家没给过你半个馒头？现在你靠着咱村的地界摆摊发了财，到学会反过来屌咱们一口了。就是年轻人不能太贪，10块5一斤，城里超市也就这价吧。咱买你的鱼是给你面子，你倒好煞性啊！我握着鱼铲的手指微微发白。这3年来，自己为了报答所谓的乡亲情分，每天凌晨2点起床，风雨无阻，卖的鱼永远是最新鲜的，价格永远是全镇最低的。遇到家里实在困难的无保户，甚至分文不取。结果仅仅是因为为了保本涨了1块钱，这些曾经笑眯眯夸自己后生可畏的人，瞬间变了副嘴脸。这时叔叔林大刚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他那吊儿郎当的儿子林强，大摇大摆地穿过人群。凌晨，不是我说你做人要厚道。大刚啊，你来的正好，你家这侄子心黑透了。乡亲们，这事儿我这当叔叔的脸也红。林晨啊，你太年轻不懂事儿，咱大槐树村讲究的是守望相助，你这么搞是坏了村里的风气。那叔你说该怎么办？你哥林强最近正愁没个正经事儿干，我想好了，这鱼摊是村里的地界，不能让你一个人站着。从明天起，这摊子交给林强来摆。乡亲们，放心，我不像林晨那么自私。我接手后价格直接降到9块，哪怕我林强自个儿贴钱，也得让大家伙吃上便宜鱼。林强够爷们儿，看看这才是亲兄弟。林晨，你学着点吧，赶紧把地方腾出来，以后咱们只买强子的鱼。村民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仿佛林强已经是他们的救世主。我看着林强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再看看周围那一张张因贪小便宜而显得扭曲的脸，心里最后一丝温情彻底熄灭了。我知道林强在撒谎，进价8块5，加上损耗和邮费，9块钱卖1斤，那是纯纯的亏本。林强根本不懂水产，他只看到了我每天哗哗收钱。行，既然大家都觉得我林晨在坑你们，觉得林强能带大家发财，那这摊子我今天就不干了。早该这样了，赶紧滚，别在这碍眼。面对表哥的逼迫，我没有立刻离开，只是开始低头默默收拾车上的杂物。结果表哥一把拦住我。哎，你干嘛呢？这鱼盆，这氧气泵，还有这台电子秤，你得留下来。这摊位是村里的公共地界，你占了这么久，这些设备就当是给大家的补偿了啊，当是交租了。林强这车东西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凭什么留给你？我的手还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彻底解脱后的兴奋。这几年卖鱼，自己认识了不少城里高端酒楼的采购经理，那些人不止一次夸自己，说我不仅挑鱼眼光准，而且对鱼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己其实早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大槐树村后山那口深水塘，那里直通地下冷泉，水温常年保持在16度左右，且富含矿物质。如果能在那儿养殖活鱼，出来的肉质绝非普通饲料鱼可比。而我之前一直守着鱼摊，是因为舍不得那点稳定的流水，更舍不得所谓的乡亲。现在这群人亲手帮我把最后一丝念想斩断了。林强，你以为卖鱼就是过称那么简单？既然你想玩，我就陪你玩场大的。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村委会。村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抽着旱烟，看到我满身水渍，眼神发红的推门进来，吓了一跳。凌晨了，早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大刚那人脾气臭强子，又是个混人，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要是想卖鱼，我回头跟他们说，让你在大槐树另外一边再支个小摊。村长，我不卖鱼了，我要承包后山那口废弃的深水塘。林晨，你是不是受刺激太重，脑子糊涂了？那水深得很，又是在后山路都没通。以前镇上有人来想搞养殖，结果鱼苗扔进去，没过3天全死光了，赔了10几万。那水里有毒气，那是口死塘啊！我知道以前为什么养不活，但我有办法。村长，你就说这地村里租不租吧？村长看着那叠钱，目测的有1万块，那1万块在村里可不是小数目，何况后山那口塘荒废了10几年，每年还要村里掏钱去清理漂浮物，简直是个累赘。租，只要你给钱，村里哪有不租的道理？但我可提醒你，合同一签，钱是不退的。你要是亏了，
别来找窜魂灰窟。白纸黑字5年合同，我现在就签。签完字，我拿着合同走出村委会，迎面正撞见来领补贴的林强。哟，哈哈哈！快来看啊！凌晨这傻子包了后山那口死水塘。当他看到我手里的承包合同时，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凌晨，你是打算在里面养王八，还是打算在那给自己挖个坑埋了全村？谁不知道那水塘是客主的？你这是嫌钱多烧得慌。林晨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也就是个卖鱼的命，想搞养殖。你以为你是大学生啊？听叔一句劝，赶紧把合同撕了，回叔这儿给强子打个下手，叔一天给你50块，管饱。林强，明天记得准时出摊儿，别到时候鱼死光了，哭着来找我。呸！老子明天就进城拉最火的草鱼和鲈鱼，我已经联系好了城里的大批发商，你就守着你那个臭水塘等死吧。我没再理会身后的嘲笑，直接驾车去了后山。后山的这口深水塘其实是一处地壳变动形成的天然冷泉眼，普通人养不活，是因为冷泉水底层含氧量极低，且含有大量的矿物硫，如果不经过特殊的泡气处理和酸碱调节，鱼苗进去确实必死无疑。但我这些年私下里通过网络和买书自学，早就摸透了这套技术。更重要的是，自己手里有一种从老渔民那儿得来的中草药诱食剂配方，能让冷泉鱼的生长速度提高30%，且肉质异常紧实。接下来的半个月，我用积蓄买了太阳能发电设备，2台大功率的泡气机，还有几百米长的水管。没路我就用肩膀扛，一趟一趟把几百斤重的设备背上山，甚至肩膀磨破了皮也不歇。村里人开始疯传，说我疯了，整天在后山对着一塘死水嘀咕，连家都不回了。而林强这边的惠民鱼摊也正式开张了。第一天，林强在大槐树下挂起了横幅良心鱼摊，全村最低9块钱一斤，村民们一拥而上，场面比我在的时候还要火爆。强子，还是你有本事，这草鱼真肥啊！凌晨那小子以前肯定贪了不少钱，我看他包鱼塘那钱就是从咱们身上搜刮的。那当然，以后大家吃鱼都找我，别提那个黑心鬼。然而林强心里却在滴血，他进城去拉货才知道，那种成色好的鲜活草鱼批发价竟然涨到了8块8，加上面包车的油费，买氧气瓶的钱，他卖9块钱一斤，算上死掉的损耗，每斤起码亏5毛。卖完一整筐鱼，林强算了一下账，不仅1分钱没挣，这一上午竟然倒赔了80多块钱。爸，这生意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凌晨以前到底是怎么挣到钱的？急什么？刚开始肯定是抢客户，明天你少放点氧气，省点电费。再说了，那水里多灌点水，秤上动动手脚。凌晨那是死脑筋，咱们得变通。还有，我看城里有卖那种半死不活的鱼，价格便宜1半，拿回来混在一起卖，谁看得出来？父子俩对视一眼，露出了阴沉的笑容。而此时的后山夜幕降临，我听着爆气机发出规律的轰鸣声，看着清澈见底的水池里第一批投放的精品冷泉鲈鱼苗正欢快地逆流而上，而我坐在简易窝棚前，手里攥着一份城里5星级酒店的采购意向书，眼神坚定如山。林强，你想玩坏招那就尽快吧，等我的鱼出塘那天，你们就等着玩完吧。林强接手鱼摊的第3周，王大妈就拎着一条半死不活的草鱼，重重地摔在案板上。强子，你这鱼怎么回事啊？拿回家杀的时候，那肚子里的肠子都是烂的，一股子臭水沟味儿。我孙子昨天吃了你卖的鲈鱼，半夜就开始拉肚子，到现在还没好呢。王大妈，您这话就不讲理了，9块钱一斤的活鱼，全镇你上哪儿找去？买的时候是活的，拿回家死了能怪我？再说了，小孩子拉肚子那是着凉了，别往我鱼身上赖。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以前凌晨在的时候，就算鱼死了，他也会主动跟我说折价卖给我，而且绝对没有这股怪味儿。嫌贵你就别买，嫌味儿你就去后山找那个疯子买他的冷泉鱼去，看看他那塘死水能不能变出花来。行，林强，算我看错你了。当初真是猪油蒙了心，觉得你比凌晨厚道。看着王大妈走远，林大刚从后面的阴影里钻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小药瓶，低声骂道：这帮穷鬼要求还挺多。强子，药加了吗？加了吧，这科技水真神了，泡一晚上死鱼的眼睛都能变亮，鱼鳃看着通红，就是那股药味洗不掉。洗不掉就多加点重口味的调料教他们烧。咱们这半个月赔了快2000块了，要是再不从进货上抠点钱回来，咱家那点家底儿全得赔进去。城西那个臭水沟里的野鱼1块钱一斤，以后就拿这个掺着卖。而此时的后山，我正穿着下水裤站在齐腰深的冷泉池里，我的皮肤被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而在我的面前，几千条精品鲈鱼正逆着人工造出的激流疯狂游动。我撒下一把特制的饲料，水面瞬间沸腾，无数矫健的鱼影跃出水面，水花溅了我一脸。一旁雇来帮忙的老实汉子大奎在岸边看得目瞪口呆。林子，这鱼长得也太快了，这才多久啊？我看有的都快1斤半了。大奎哥，这叫激流健身。这冷泉水含氧量高，水温低，鱼为了活命得拼命游，肉不紧实才怪。去，把咱家那个移动式检测仪拿来，测一下水里的氨氮指标。
这半个月我几乎没合过眼，自己不仅要监测水质，还得每天观察鱼苗的进食状态。而我那套独特的中草药诱食剂里掺了能增强鱼类免疫力的黄芪和板蓝根，这让自己的鱼在几乎没有任何抗生素的情况下，存活率达到了惊人的98%。林子，村里都在传强子家卖的鱼有问题，刚才我下山看见好几个人在骂街呢。咱这鱼什么时候下山？快了，等他们长到1斤8两的最完美品相，我就要让全镇的人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鱼。半个月后，一辆挂着江海大酒店标牌的高档冷链车艰难地爬上了大槐树村的后山。车门打开，一个穿着考究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走了下来。他是江海市最大的5星级酒店餐饮部总监周成。林晨，这就是你说的秘密基地？周成捂着鼻子，显然对这荒山野岭的环境有些不适。我也不废话，直接抄起一张密眼渔网，在冷泉池里随手一捞，3条通体银亮、背脊宽厚的鲈鱼在网里疯狂挣扎，力量大的差点把木柄折断。周成的眼睛瞬间亮了，他从事餐饮20年，什么样的极品海鲜没见过？可面前这3条鲈鱼鳞片完整的像艺术品，没有一丝粘液带来的浑浊感。最重要的是，即便在这野外，他也闻不到半点淡水鱼常有的那种土腥味。拿刀来！我递上一把鲨鱼刀，周成当场按住一条鱼，刀尖轻划，晶莹剔透的鱼肉瞬间裸露出来，在阳光下折射出如玉般的光泽。这肉质，这紧实度，这真是你养出来的？这品质比起长江里的野生货也不遑多让啊！周总，您可以带回去试菜。如果有一口土腥味，这一塘鱼我分文不取，合同当场作废。不用试了，这卖相就是招牌。林晨，之前说好的30块1斤，我给你涨到35。但你必须保证，这种品质的冷泉鱼1个月至少给我供应1000斤，而且不能供货给我的竞争对手豪爵大酒店。成交。我们2人友好握手后，第一车鱼立马就装载完毕。支票开出的那一刻，大奎在旁边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老天爷，35块1斤，林强在那儿卖9块都没人要，咱这鱼卖35。大奎哥，这叫降维打击。卖给村民那是赚个辛苦钱，卖给5星级酒店那卖的是稀缺。强子他们只看到了1斤鱼几毛钱的利，却没看到顶级市场的胃口。冷链车下山的时候，特意绕过了村口的大槐树。虽然我想低调，但那巨大的冷链车和鲜艳的酒店 logo 还是引起了村民的注意。那是江海大酒店的车吧？怎么从后山下来了？我刚才看见林晨在那车上，还跟一个大老板握手呢。后山的死水塘真的出鱼了，这怎么可能？村民们议论纷纷，而在鱼滩后面播着烂鱼鳞的林强，听得心里一阵烦乱。爸，你听见没？林晨那小子好像真的走运了。走个屁运！肯定是江海大酒店的人被他骗了。那死水塘养出来的鱼，指不定带着什么毒呢。强子，别管他，明天咱们把价再降5毛。我就不信这帮穷佬能放着便宜鱼不吃，去买他的天价货。然而林大刚没注意到，排队买鱼的村民里，已经有人开始嫌弃的掩住了口鼻。老板，给我留200斤，这是定金。林总，我是城北海鲜市场的，您看能不能分我50斤？短短3天，我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周成带回去的那批鱼，在江海大酒店的冷泉鱼宴上一炮而红。那些吃腻了山珍海味的达官显贵，被这毫无腥味、鲜嫩爽滑的口感彻底征服。一时间，大槐树村冷泉鱼成了高端餐饮圈的宠儿。原本荒凉的后山，现在硬生生被各路鱼贩子的货车压出了一条道。王老板说好了，只供酒楼市场货，我暂时不放您，请回吧。张总，您要的100斤在2号池。大奎哥，带他去装车，现款现货。一叠叠红灿灿的钞票直接塞进了我随身背的挎包里，这种赚钱的速度比自己以前起早贪黑卖鱼快了何止100倍。林晨，求求你了，分我10斤吧！求求你了，分我10斤吧！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我抬头一看，竟然是当初在摊位前骂自己最凶的王大妈。她此时正挎着篮子，满脸堆笑，眼神里全是讨好。哟，王大妈，您不是说我心黑吗？小林啊，大妈那是被猪油蒙了心，听了林强的混账的话。你不知道，昨天我买了林强家的鱼，回家一炖，那汤是黑的。大妈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王大妈，我这鱼是351斤，您确定要买？35，小林，你这也太贵了吧？大家都是乡亲。乡亲，那天在大槐树下，大家逼我让出摊位的时候，可没把我当乡亲。大妈生意就是生意，我这鱼是供应5金块店的成本在这放着。王大妈被噎得说不出话，灰溜溜的走了。而此时村里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由于林强的科技鱼导致多名老人拉肚子，村委会接到了密集的投诉。村长带着10几个愤怒的村民，直接来到林家的鱼摊前。林大刚、林强，你们给老子滚出来！看看这些鱼，鱼肚子里全是绿水，你们在里面加了什么？林大刚，你还是人吗？为了这点钱，你想毒死全村的人？
村长，你听我解释，这是进货的时候就这样。解释个屁！罚款3000，立刻停业，还有这些坏鱼全部销毁。从今天起，村里不准你们再卖一条鱼。林强瘫坐在地上，看着被砸碎的电子秤和满地的烂鱼，突然嚎啕大哭。他原本想靠这摊位发财娶媳妇，可现在家底赔光了，名声臭了，还要交巨额罚款。而他抬起头看向后山的方向，那里隐约可见豪车的灯光在闪烁。林强咬牙切齿，眼神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嫉妒。凌晨都是因为凌晨，要不是他讲价，我也不会接手；要不是他养出什么冷泉鱼，我也不会走投无路。既然他不让我们活，那他也别想好过。林大刚浑身一颤，随即重重的点了点头，手心里渗出了冷汗。然而还没过一晚，王大妈手里死死拽着一张县医院的急诊化验单，在林大刚大门外拼命拍打着。林大刚，你给我出来！我小孙子才5岁，昨天吃了你卖的鲈鱼，半夜就开始上吐下泻，医生说是严重的化品中毒。你卖的是鱼还是砒霜？随着王大妈这一嗓子，周围10几个村民也跟着涌了上来，有人拿着买回去还没杀的鱼，直接狠狠地摔在林大刚家那扇朱漆大门上。赔钱，把我们的医药费赔出来！还有我们的买鱼钱，你个黑心肝的，连乡亲都坑，你还算个人吗？门内林大刚蹲在墙角，一张脸阴沉的像要滴出水来，屋子里黑漆漆的，连灯都没开，仿佛这样就能躲掉外面的口诛笔伐。林强缩在堂屋的阴影里，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全是催账短信的红字。他为了承包这摊位，不仅赔光了我留下的底子，还偷偷在网上借了3万块。爸，咱开门赔点钱吧，再闹下去这门都要被拆了。赔？拿什么赔？账上就剩几百块生活费，连交fina款都不够。我真没想到那科技药水劲儿这么大，都怪凌晨那个丧门星，要不是他当初撒手不干，咱们能遭这罪？就在父子俩互相埋怨的时候，村道上突然传来了一阵低沉且富有质感的引擎轰鸣声，2辆崭新的长城皮卡车拉着专门定制的恒温活鱼桶，缓缓驶入集市，车身上刷着金灿灿的大字“林氏冷泉水产基地”。王大妈看见我，第一个冲了上来，快看，是凌晨！小林啊，你救救大家伙吧！你叔家卖毒鱼，咱们现在全村人都连口鲜鱼味都闻不着了，全是药水味啊！我记得半个月前，您在大槐树下说我心黑，说林强才是有良心的年轻人。当初是你们联合起来逼我让出摊位，说不需要我这个黑心商。现在的后果不是你们自己求来的吗？全场死一般的寂静。王大妈张了张嘴，老脸涨得通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没有给他们继续纠缠的机会，对大奎打了个手势。皮卡车猛地加油，喷出的尾气扑了那些村民一脸。此时村长带着几个治保主任走了过来，手里拿着扩音喇叭，声音洪亮。鉴于林大刚、林强父子经营行为恶劣，严重败坏大槐硕村声誉，不仅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即日起永久驱逐出村集市，不准再摆摊儿，限期3日补齐受害村民的医药费，否则直接移交法办。林强被撤了摊位的事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曾经为了贪那1块钱便宜的村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后怕。城里的菜商听说了大槐树村出过毒鱼，连带着连村里的蔬菜都不敢收了。大槐树村一下子成了方圆100里的瘟神村。这天下午，村长陈富贵拎着一袋子没舍得抽的华子，步履沉重地爬上了后山。他看着鱼塘边正指挥的我，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村长，要是林强让你来求情，那您请回吧，这事儿没得商量。我不报警已经是看在同村的情分上了。不，哪能啊！林强那畜生已经被我永远取消了在村里做生意的资格。我是为了全村人求你来的。林子，现在村里的名声臭了，城里的货车不进村，大家的收成都要烂在地里了。大家伙现在都念着你的好，后悔当初被猪油蒙了心啊！念着我的好，他们是念着我的鱼能卖钱吧？林子算叔求你了，王大妈家那孩子还没出院呢。听到王大妈孙子出了事儿，我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想到林大刚一家就连孩子都没有放过。王大妈虽说有时嘴巴十分狠毒，但还记得10岁那年，我的父母下葬后，我只能跟着叔叔林大刚生活。有时林大刚连一碗剩饭都不给自己吃，我饿得在大槐树下啃树皮，是王大妈经常偷偷从怀里掏出刚煮熟的玉米面塞给我。我闭上眼长舒了一口气，自己并非圣母，我知道这世上最难还的就是人情债。想要我救村子，可以，但我这儿不是慈善机构。你说，只要你肯带着大家干，啥规矩都成。第一，成立生态水产合作社，我林晨占51%的绝对股份，所有的养殖流程、饲料配方、销售渠道必须全部由我一个人说了算。谁要是敢私下搞那一套科技与狠活，哪怕只有1次，我直接让他赔到倾家荡产。第二，合作社利润的30%不准分发给个人，必须用于改善村里的基础建设，修路、修路灯、建老年活动中心。
我要的是整个村子变好，不是养出一群只知道张嘴要钱的巨婴。第三，名单里绝对不能出现林大刚和林强这一家，只要我发现谁私底下接济他们，我立刻撤资，咱们一拍两散。成，就按你说的办，只要能让乡亲们吃上饭，你就是咱大槐树村的救命恩人。第二天的村委会大院，我坐在主席台中央，桌上放着一份起草好的合同，台下几百号村民伸长了脖子，眼神里满是渴望和羞愧。想进合作社的，先把这份合同签了，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鱼苗我供，技术我教，销路我找。但只要我发现有一家在水里乱加东西，或者在秤上耍心眼，不仅要赔偿合作社的所有损失，还要在村口大槐树下跪着给全村人道歉。签，我们签。林晨，大妈以前混账，被那林大刚迷了心窍，你救了咱们家小宝的命，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侄子。谁敢在背后说你坏话，我撕烂他的嘴！人群中不少村民都低下了头，这种生米恩斗米仇的教训，现在成了他们身上隐隐作痛的伤疤。而此时，林大刚和林强父子俩正躲在围墙外，听着里面的欢呼声，牙齿咬得咯咯响。爸，你听听，这帮墙头草，林晨那小子现在一个月挣的比咱们10年都多，那些大老板以前咱们见都见不着的，现在排着队给他送钱。林大刚看着我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心里那股火怎么也压不下去。这些天他走在村里，连路边的狗都敢冲他吠2声。原本他以为抢了我的摊位就能发财，结果不仅赔光了积蓄，还背了一屁股医药费和罚款。他不让咱们活，咱们也别让他好过。那后山的鱼塘是他的命根子，要是那水里多了点科技，我看他还怎么带着大家致富。夜晚，林强背着一个尼龙袋，借着半人高的荒草掩护，正一点点往后山挪。他手里拎着2个暗绿色的塑料壶，里面装的是他在镇上黑市淘来的浓缩百草枯。做利索点，只要把药倒进上游那个进水口，凌晨那几万斤鱼半小时内就得全翻白肚皮。与此同时，鱼塘的帮工大奎正因为晚上吃咸了，披着件救军大衣出来找水喝。他正准备回宿舍，突然看到不远处的水渠边有2个鬼鬼祟祟的影子。大奎心里咯噔一下，他以前也是村里的老实人，但跟了我这段时间，他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专业。先前我告诉过他，这鱼塘就是大家的饭碗，谁敢动这碗，就是动大家的命。大奎没敢打草惊蛇，而是悄悄绕到了土坡后面，借着微弱的月光，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林强正狞笑着拧开瓶盖，一股刺鼻的农药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林晨，你去死吧！林强低吼一声，手里的毒液哗啦啦地倒进了清澈的冷泉。进水口，大奎惊得魂飞魄散，正要冲出去，却理智地停住了。他知道我这几天在进水口装了一套带感应的自动分流装置，还特意交代过他，如果看到有人搞破坏，千万别当场抓大奎屏住呼吸，悄悄退回了宿舍，一把推开了我的房门。林子，不好了，林大刚父子真的去投毒了。我亲眼看见林强把几大壶药倒进了进水口，那味道隔着10米都能闻着。看清楚是哪种药了吗？我看那瓶子颜色，估计是百草亏那一类的狠药。林子，咱们赶紧报警吧，不然那鱼全完了。大奎哥别急，进水口的红外监控拍到了吗？拍到了，我刚才特意看了一眼，那个红点一直亮着，绝对拍得清清楚楚。那就好，咱们的备用蓄水池已经切换了，这药进不了鱼塘，只会流进排污区。大奎哥，明早该干嘛干嘛，千万别露出破绽。我要让他们父子俩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反噬自己的。这一夜，林强和林大刚躲在破屋里，兴奋的整晚没合眼。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幻想，明天一早，整个大槐树村都会被死鱼的恶臭笼罩，而我会被那些讨债的大老板逼到跳楼自杀的情形。第二天一早，村口那棵大槐树下，我穿着一个破旧但还算干净的西装，正悠哉悠哉地啃着一个油饼。我那种得意忘形的表情，让路过的王大妈都觉得莫名其妙。哟，强子，今儿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穿这么利落，是哪家姑娘瞎了眼看上你了？王大妈，您信不信，今儿个晌午还没到，这村里就得出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按照药效，这时候那些鱼应该已经开始翻白肚皮了。再过1小时，那臭气估计能飘到村口来。到那时候，那些签了合同的酒楼老板会把林晨活撕了。你这父子俩嘀咕什么呢？林晨让我带大家去后山看鱼，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儿，也跟着去见识见识。去，当然要去，这种名场面我怎么能错过呢？一行人顺着修好的沥青路往后山走，林强故意走在前面，他一路上不停地吸鼻子，似乎在寻找预想中那种死鱼的腐臭味和刺鼻的药味。然而后山的空气清新宜人，只有淡淡的冷泉水汽。奇怪，怎么没味儿啊？
兴许是那岭泉水太深，药散得慢。别急，咱们亲眼看着他哭。到了鱼塘边，我正负手而立，站在最高处的2号池边，自己的身边停着几辆江海大酒店的运鱼车，周总和几名采购员正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什么。林总，您这鱼真是没得说，这还没入冬呢，这鱼肉的弹性感觉比上次还要好。我看这一批咱们价格再往上翻动2个点，您看成吗？周总客气了。此时林强一看到那些活蹦乱跳，甚至还在水里抢食的鲈鱼，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甚至顾不得伪装，直接冲到了进水口的闸门处，死死地盯着流动的泉水。结果水清见底，没有半点药沫，甚至连一丁点异味都没有。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明明……你明明什么？林大刚也彻底傻了眼，他看着那些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的鱼影，只觉得浑身发冷，手脚都在不听使唤的打冷战。按照他的经验，那2瓶药下去，别说是鱼，就是这一塘的水都得变色。强哥，大早上的你在那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没看到你想看的热闹，心里不痛快？你使了什么邪法？这鱼肯定有毒，大家别买，这水里有药。我亲眼看见。话还没说完，林大刚猛地从后面冲上来，一把捂住了林强的嘴。林子，强子是昨晚看书看魔怔了，说胡话呢。我们就是来看看，看完就走，这就走。别急着走啊！既然强哥觉得我的鱼有毒，那刚好，咱们村长在这儿，警察同志也在这儿，咱们当面说个清楚。警察！林大刚浑身一颤，差点瘫在地上。就在这时，2辆治安车悄无声息地从我后面转了出来，直接挡住了下山的唯一通路。车门打开，带队的老张带着几名警员，面色严肃地走了下来。谁报警说有人投毒？没投毒，我没投毒，鱼没死，鱼没死就不是投毒。我看着他那滑稽的模样，没有说话，而是示意大奎把随身带着的一个 U 盘递给了警察。警察同志，这是我鱼塘进水口的红外夜视监控，录像里拍得很清楚。凌晨1点24分，有2个人摸到了出水口，往里面倒了2瓶浓度极高的百草坤。这药虽然毒，但我这鱼塘装了自动感应装置，只要水里的化学浓度超标，主进水口会自动关闭，泉水会直接引向后面的排污渠。林大刚，你还是人吗？这一塘鱼要是死了，咱们全村人的分红就全没了。你这是要咱们的命啊！村民们的愤怒像海潮一样汹涌，而老张接过 U 盘，又在那儿蹲下身采集了排污渠里的样本。他站起身，神色冰冷地看向林大刚父子。林强、林大刚，证据确凿，你们涉及故意破坏生产经营，且投毒行为危害到了下游的公共水源安全。跟我们走一趟吧。不，我是冤枉的，那是农药，我是为了除草。除草？除到人家鱼塘进水口去了？有什么话去局里跟律师说吧。林大刚看着被带走的儿子，终于崩溃了。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拼命想往我脚边爬。陈子，叔错了，叔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你帮叔求求情吧。林大刚，当你在黑夜里拧开瓶盖的时候，你想过亲情吗？你投的是毒，但我种的是因果。这世上的事总要有个公道。治安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后山的宁静，也划破了林大刚父子最后的幻想。我转过身看着眼前这片生机勃勃的鱼塘，欢呼声再次响彻了整个大槐树村。1年后，林大刚父子分别被判3年，4年监禁。我坐在旁听席首位，表情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转头走出了法庭。而大奎已经开着那辆崭新的迈巴赫停在了门口，毕恭毕敬的拉开车门。林总，合作社那边第2批冷泉鱼已经出塘了，村长带着全村人等着您回去剪彩呢。走吧。回到大槐树村时，眼前的景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坑洼不平的泥巴路，全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两旁的路灯上挂着醒目的招牌“大槐树村生态养殖合作社”。林总回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原本正忙着捞鱼的村民们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村长陈富贵快步走上前来，眼眶红红的握住我的手：“林子，这1年咱们村变样了呀！上周会计算了一笔账，入社的30多户人家。”平均每家分红拿了3万块，这在以前那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这只是开始，咱们的冷泉鱼已经拿到了省里的优质农产品认证。下个月开始，咱们不仅卖活鱼，还要搞真空包装，搞深加工。我要让全省的人提到冷泉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大槐树村。3年后，我的林氏生态农业集团已经成了全省首屈一指的农业龙头企业，生意从淡水养殖拓展到了乡村旅游、民宿开发。大槐树村成了全国闻名的致富样板，
原本那些看不起村里的城里人，现在挤破了头，想来这里租间房住2天。这天下午，我开着那辆低调奢华的劳斯莱斯，准备去县城参加乡村振兴杰出贡献奖的颁奖礼。车子经过县城的一条旧老街时，因为路边有个环卫工人正在清理散落的垃圾，路面有点堵，车子停了下来。我降下车窗，打算透透气。就在这时，路边一个背影极其佝偻的老头，因为和一个流浪汉争抢一个废易拉罐，老头被推了一个踉跄，半跪在污水里。那是林大刚，他因为身体原因提前1年保外就医，却发现这个世界早就没有了他的位置，家产